为什么高达有2只眼睛，而扎古只有1个？有的观众可能脱口而出啊，因为2只眼睛的高达帅呀，因为1只眼睛的扎古象征着邪恶呀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呢，高达作为一个真实系的机甲动漫，肯定啊不会只用一个卖胶需要来草草解释这些东西的。本期视频就来聊聊高达这方面的设定吧。首先来说说扎古的独眼，简单来说呢，这就是为了量产成本以及开发时间妥协的产物。当时的形势，联邦与吉翁2个阵营已经是剑拔弩张，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了。而吉翁这边虽然手握米诺夫斯基博士 MS 的研究啊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，但吉翁终归是一个殖民卫星政权，体量摆在那儿，资源就算可以从小行星带里采集，总生产力啊也肯定是跟不上联邦的。另外呢，联邦那边的 MS 计划也有了雏形，虽然当时啊还是坦克底台上面扛了一个人形靶子的抽象存在，但以联邦的综合技术力，如果真的意识到 MS 的战争价值，技术赶超啊几乎是分分秒的事儿。因此呢，吉翁必须抓住这个机遇，打一个信息差，以闪电战快速决定战局走向。在这一前提下，吉翁真正大规模量产的机体扎古2就不得不在很多地方做妥协，比如之前我们提到的武器，也就是热能斧和扎古机枪，就是临时制造的，给 MS 凑合用的装备。具体内容呢，我在之前视频讲过，在这里就不赘述了。而独眼呢也是如此，扎古的监视器说白了就是一颗巨大的摄像头，当然了，里边也是集成了一些电磁感应、红外感应元件等等。运行时呢，通过转动眼睛来达到更广的视野范围。每当提到扎古摄像头视野问题时，很多人啊就会想起扎古头 Zeta 高达。驾驶舱里面的画面呢有很多大黑块，感觉视野非常局限。其实呢并不是这样，由于 Zeta 高达时期全周天驾驶舱已经普及，而扎古头呢是临时紧急加装上去的，粗暴的将摄像头与系统连接，导致二者几乎不兼容，能采集到一些视野啊已经是奇迹了。而适配了扎古摄像头的驾驶舱，屏幕显示虽然谈不上多广，但至少呢还是比较够用的，不然要真是一大堆黑框，那吉联肯定不会给研发部门好果子吃了。这独眼摄像头最大的优点啊，就是原理简单，成本低廉，十分适合短时间内大规模生产。也正是这些技术上的妥协，给吉翁带来了相当长时间的技术红利，在1年战争初期呢，把联邦打得一愣一愣的。可见技术不在于每样都要尖端，实用性高就是极好的。接下来咱们说说高达，严格意义上来说呢，高达也是独眼，或者说高达是3眼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高达的主监视器其实是额头上那个长条形状的东西，大家有做过模型的应该都知道啊，高达额头内是有一个圆形的图案的，这个既不是气泡也不是偷胶，而恰恰呢是高达的主监视器。从0079中鸭妹开高达被扎古抠掉额头的画面就可以看出，这里的主监视器一旦坏了，对驾驶员的视野影响是极为严重的。08M 小队中也有主监视器被遮挡的画面，可以说啊，这个设定是早期在做动画时就想好了的，并不是后来制作组着吧的。而大家常以为是监视器的眼睛，其实呢是辅助监视器。有几种说法啊，比较普遍认可的是3D 成像用，让驾驶舱内呈现的画面更加立体，有距离感，就像现实中的3D 摄像机一样。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广角镜头，让高达在不转头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极佳的视野。当然了，这2个说法其实不冲突，都可以参考。同时呢，双眼也承担了红外感应以及测距等功能。很多人好奇啊，高达为啥启动时眼睛要亮一下？从卖胶的角度来说呢，肯定是因为帅。从剧中考虑的话啊，一是表示机体进入启动状态，二是为了在启动时呢能够快速拿到周围的光学数据。原理就像摄像机的对焦系统一样，在官方给出的设定集中也有明确表示，高达额头的主监视器是用来进行精密射击用的，而双眼呢是辅助观察用的。也就是说啊，高达在摆出射击动作时啊，真的应该让额头对准光枪的瞄准镜才更合理一些。那么这时有的朋友好奇了，既然高达双眼立体成像效果更好，广角视野会更佳，为啥过了1年战争以后，吉翁时间没那么紧迫了，却还要用独眼呢？其实到了 Zeta 以后的时间段，全周天驾驶舱啊就已经全面普及了，每台机体上都是有着相当数量的监视器的。印象最深的呢，就是捷德爬上马士文的机体以后，马士文说了一句21号镜头，你们大概知道这机体上得有多少镜头了吧？在这么多镜头的架势下，其实独眼双眼啊已经没有太大所谓了，有一个主监视器负责精密射击就足够了。吉翁坚持用独眼，联邦坚持用双眼和墨镜，说白了呢，就是为了划分阵营而做的差异化罢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